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液固相别，也就是烯烃。为什么可以从液相中形成晶体呢？烯烃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我们从热力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烯烃过程的推动力。由热力学可知，如果一个过程可以发生，变化后的状态的吉布斯自由能要小于变化前的状态。对于烯烃，我们可以用同一条件下晶态和液态的自由能之差来分析。吉布斯自由能之差由两部分构成，寒变以及温度和熵变的称级。当温度等于熔点时，液固转变达到平衡状态，自由能之差为0，由此可以用寒变和熔点的比值来表示熵变。假设在熔点附近，寒变和熵变不随温度发生变化，那么把熵变的表达式回带到自由能变的公式中，可以得到任意温度下自由能的变化与寒变、温度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用德尔塔 T 来表示熔点和目标温度的差值，称之为过冷度。过冷度越大，表明目标温度越低。因此，某一温度下，晶态和液态的自由能之差等于寒变乘以过冷度除以熔点。如果在该温度下可以发生液态到晶态的转变，自由能之差德尔塔 G 必须小于0。由于由液态转变为晶态时要放出热量，因此寒变德尔塔 H 小于0。那么只有过冷度德尔塔 T 大于0时，德尔塔 G 才会小于0。换句话来说，要发生烯烃，必须存在过冷度，烯烃温度要低于熔点。过冷度是烯烃的推动力。但是，并不是说有过冷度就一定可以发生烯烃。我们在学习玻璃形成的塔曼观点时，已经了解到，烯烃首先要先形成稳定晶核，这个过程称为成核。在一定过冷度下，液态会聚集形成小的固态晶胚，这些晶胚中尺寸较小的会消失，重新变为液态，尺寸较大的会继续长大，成为稳定晶核。只有这些稳定晶核才可以通过质点扩散进一步生长发育，形成大晶体或者说大晶粒。因此，探讨烯烃过程需要确定多大尺寸以上的晶胚可以继续长大成为稳定晶核，也就是说需要确定成核中的临界晶胚半径。接下来，我们从热力学的角度计算临界晶胚半径。假设在温度 T 时，从液相中形成固相小晶胚，则系统由一项变成两项。这时，体系在能量上出现两个变化：一是系统中一部分质点从高能量的液态转变为低能量的晶态，这就使系统的自由能减少，我们用德尔塔 G1 表示。另一个是由于产生星象，形成了新的固液界面，引入了界面能，使系统的自由能增加，我们用德尔塔 G2 表示。因此，系统在整个相变过程中，自由能的变化德尔塔 G 应为此两项的代数和。德尔塔 G1 等于星象的体积 V 与单位体积的新旧相自由能之差德尔塔 GV 的乘积。德尔塔 G2 等于星象的总表面积 A 与固液界面能伽马的乘积。假设生成的星象晶胚呈球形，那么根据球体的体积和表面积公式，可以写出德尔塔 G 与球体半径 R 的关系。同时，将德尔塔 GV 用过冷度来表达，则可以得到德尔塔 G 是晶胚半径和过冷度的函数。以晶胚半径为横坐标，以自由能变为纵坐标，则可以分别画出德尔塔 G1、德尔塔 G2 随 R 的变化曲线。德尔塔 G1 为负值，它表示由液态转变为晶态时自由能是降低的。德尔塔 G2 为正值，表明相变时形成新的界面自由能。两者的叠加即为总能量德尔塔 G 随 R 的变化曲线。该曲线上存在极大值，对应的半径即为 Rk， 该半径
就是临界晶胚半径。为什么呢？如果晶胚半径小于 2K， 有曲线可知，继续增大晶胚尺寸，体系能量上升，因此这些晶胚要消失。反之，如果晶胚半径大于 2K， 继续增大晶胚尺寸，体系能量下降，因此这些晶胚可以成为稳定晶核。换而言之， 2K 是形成稳定晶核的最小晶胚半径。那么从数学的角度，如何求 2K 呢？我们可以对 ΔG 求关于 R 的一阶撇导，一阶导数等于0时对应的 R 值即为 2K。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讨论一下该结果。一 ，RK 越小，表明越容易形成稳定晶核，也就越容易形成星象。二，要发生相变必须有过冷度，过冷度越小 ，RK 越小，就越不容易形成星象。一般来讲，溶体发生吸晶时 ，RK 在10到100个纳米之间。三，除过冷度这个外因影响 RK 之外，系统的内因如界面能、熔点等等也会影响 RK。此外 ，RK 下对应的 ΔG 值是曲线上的极大值，这个能量是吸晶的成核位垒，用 ΔGK 来表示。它是成核过程中必须要克服的能量势垒，该位垒等于星象界面能量的1/3，也与过冷度的平方成反比。这说明要形成临界半径大小的星象，外界需提供的能量等于星象界面能量的1/3。同时，过冷度越大，成核位垒越小，相变过程也越容易进行。另外，体系中到底有多少数量的晶胚属于稳定晶核呢？具有临界半径的晶胚占总晶胚数的百分比与成核位垒成指数关系。ΔGK 越小，具有临界半径 RK 的粒子数就越多，越容易发生相变。好，这就是相变的热力学条件。要吸晶需要有过冷度，同时形成的晶核尺寸要大于临界晶核半径，克服一定的能量势垒。过冷度越低，临界晶核半径越小，成核位垒越低，吸晶越容易进行。谢谢。